疯了，别人躲都来不及，你还站起来。他们怕被选中，我怕自己不被选中，因为只有靠近陆印川，我才有机会查清谢灵阳的死。陆大将军，南魏献来的宫女都在这儿了，您先挑。谢灵渊，我终于见到他了，这个可能杀了你的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清河。他们都怕我，你为什么不怕？因为我知道将军会选我。大胆！你怎敢揣测陆大将军？凭什么？凭将军刚才看我的第一眼，停了半步。这女子不懂规矩，拖下去。你做什么？将军若不选我，我现在就死。南魏宫女死在宁帐里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就他了。是，陆大将军好眼光。第一步成了，谢灵渊，我已经走到他面前了。你为什么非要被他选中？因为我要活，靠近陆逊川的人未必活得了，那也要靠近。别让将军等久了。谢灵渊，你救我出泥潭，可现在我要自己走回泥潭里，走到杀你之人的枕边。叶姑娘，进了将军府，命就不是自己的了。我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。从前被将军选中的女人，没几个像你这样还能笑出。哭有用吗？没用，但至少像个人。人，在醉风楼，他们说我是娼女；在南魏，他们说我是贡品；如今到了北齐，他们又说我不像人。可只有谢灵州把我当人。谢灵渊，我已经进来了，离他越近，离真相也越近。这么想被我选中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活。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似乎不只是想活着。那将军觉得我想要什么？我会慢慢问出来。这画谁给你画的？失礼了。为什么是芍药？因为你就是芍药，娇艳却不娇弱。叫什么名字？将军为何对一个画家感兴趣？因为我见过这朵花。你到底是谁？不能慌，谢灵渊3个字，绝不能从我嘴里露出来。死了。死了？南魏亡国那日，死的人太多了，将军真要一个个问吗？叶清河，你很会避重就义。不会说话的人，早死在来北齐的路上了。你不是来求活的，宫女都怕被我选中，只有你站起来。你想从我这里拿什么？他看出来了，他不是被我勾住了，他在试我。我想拿一条活路。活路？拿簪子抵着自己喉咙的人也怕死。我怕，可我更怕被别人选走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。你想留在我身边？想。假的，每一个字都是假的，我就能留在他身边，留得越近，刀才越准。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你眼里没有求生，只有恨。叶清河，你恨我。叶清河，你恨我。将军说笑了，我一个亡国贡女，哪敢恨你？不敢，不代表没有。他看出来了，他不是被我骗住，他是在等我露出破绽。那将军希望我有什么？怕、顺从还是感激？你倒很会说话。不会说话的人活不到现在。谁教你的？男人的话你也信？我爹会来赎我。等你明白男人靠不住，就知道怎么活了。华嬷嬷教我的第一件事，想活就别管自己脏不脏。没人教，苦日子过久了，自然就会。会什么？会看人眼色，会说好听的话，也会把害怕装成喜欢。这朵花，你很在意。不过一幅画，将军若不喜欢，我可以洗掉。留着。有些东西留在身上，人才会露出真心。他没有信我，可他也没有拆穿我。他想把我留在眼前，慢慢看我怎么露馅。将军要走，是我说错话了吗？今晚留下。成了，只要留下，我就能继续靠近他，继续查谢灵渊的死。叶清河，别让我查出你不是叶清河。别让我查出你不是叶清河。将军若不信我，可以慢慢查。他没有信我，可他也没有赶我走。只要我能留下，就还有机会查谢灵渊的死。为了被我选中，连命都敢赌。
我只是怕被别人选走。所以，你选了我。是。叶清河，你最好记住自己今晚说过的话。花嬷嬷说过，男人离开时，女人最不能露出厌恶，脸要软，眼要红，哪怕心里恨到发抖，也要让他以为你舍不得。早些休息。将军，不留宿吗？不了，有事吩咐清渊。我留下了，可这不算赢，我只是把自己送进了更近的牢笼。姑娘，奴婢伺候你。不用。陆云川的气息我洗得掉，醉风楼留给我的脏我洗不掉，只有这朵芍药是谢灵渊留给我的。谢灵渊用它遮住了我的疤，可在遇见他之前，我连活着都要靠墙。谢灵渊用它遮住了我的疤，可在遇见他之前，我连活着都要靠墙。还不肯听话？我爹会来赎我，他说等大哥娶了嫂嫂就来接我。男人的话你也信？我被关了1个月，逃了2次，都失败了。那时我不想干净，也不想体面，我只想活，活着才有机会逃出去。我以为爹真的拿钱给大哥娶了嫂嫂，也以为他很快就会来接我。可那座心愿是用我换来的。你妹妹进过醉风楼，我可不能和这种人住一个屋檐下。明天一早我就让他走。明天？现在就赶他走？万一醉风楼来要银子怎么办？家里可没银子了，都盖房了。爹，你好狠的心。这是为你好。好好享受吧。那一刻我才听懂他的笑，他不是笑我逃不掉，他是笑我傻。后来我认了命，学校学舞，学男人爱听什么，也学会把厌恶藏进眼底，这才像醉风楼的头牌。我能自己选客人吗？等你够值钱，自然能选。我又信了。所以后来他再骗我时，我才会那样恨。他本王要了。我以为自己终于跪了，后来才明白，跪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身价。我以为自己终于跪了，后来才明白，跪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身价。花嬷嬷，你答应过我，让我自己选。小唐，裴老板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从了殿下，此生荣华富贵。我不。还无人敢这样拒绝我。那一夜我才知道，所谓自选，不过是花嬷嬷哄我听话的饵。我要让你知道不从本王的下场。我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，可真正的深渊还在后面。这不是赵唐姑娘吗？你走开！都落到这地步了，还装什么清高？你在干什么？天子脚下，岂容你欺辱女子？他是醉风楼的人，谁不知道他做什么？你管什么闲事？来醉风楼的男人，都只想夺走我的衣裳，只有他为我披上衣裳。出身花楼，也有拒绝的资格。别碰我！你伤得很重，我送你去医治。不用。你家在哪里？我没有家，别脏了您的东西。无碍。再这样，你撑不住。男人哪有那么好心？你们的好都是有代价的。放开我！放心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镇北将军谢灵渊。谢灵渊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不把我当货物。我醒来时人在谢府，婢女替我上药，说伤口会留疤。我本想等伤好一点就走，走之前我想把娘留给我的玉当掉，还谢灵渊的药钱。我不想欠任何男人。姑娘，可让我们好找，跟我们去见殿下。我不去。你的身契在殿下手里，由不得你。什么人敢在将军府门口造次？
他的身契在殿下手里，那就让裴玄寒亲自来要。伤还没好，为什么要走？我不想欠你一条命，怎么如果那时我决绝离开，若你没有地方去，就先留在谢府，只要你在，没人能带走你。可那一刻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能被人护住。谢凌渊曾说，只要我在谢府，没人能带走我。可现在，我在北齐，这是避子汤。我接近陆一川，是为了查谢凌渊的死，我不能和他有任何牵扯，多一分都脏。赵唐，将军吩咐，送他走。不行，一夜远远不够。陆之川要送我走，我就再也查不到真相。他想送我，那我就让他舍不得送。你昨晚真的被陆大将军带走了？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他们想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可我只知道一件事，我还没留下。今晚陆大将军设宴，需要人献舞，你们当中谁会跳舞？大人，我学过舞。精通吗？陆大将军是北齐大王的亲侄儿，大王没有儿子，待他如亲生，宴前失礼，谁都担不起。大人放心，我不会让将军失望。甚好，这舞衣像为你量身做的，能让陆大将军满意就好。陆晋川要送我走，那我就让他在所有人面前再看我一次，让他亲口把我留下。上一次跳舞是谢凌渊生辰，他说他不喜过生，因为他的生辰是他母亲的忌日，我娘也早逝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我们都是被留下的人。沈赵唐，跟我回府。申亲买卖需双方签字画押，赵唐可曾亲手签字？本王买的人，若殿下不解，末将可请示皇上。走着瞧。别怕。如果那时他没有替我出头，也许就不会得罪裴玄韵，也许后来他就不会被迫带兵出征。或许我天生不祥，谁对我好，谁就会被我连累。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必须让陆金川看见我，越多人看我，他越不会无动于衷。韩硕怎么会在北齐？他若当众叫出我的名字，我就完了。难为送来的公主。哼，是谁给他穿成这样的？他怒了，可他越怒，我越有机会留下。都滚出去！你过来。韩硕认出了我，他若说出沈兆堂3个字，我所有伪装都会碎。不要，没有。你在看谁？那你为什么躲？我不喜欢你穿成这样，更不喜欢别的男人用那种眼神看你。可我是宫女，不只要伺候将军，也要伺候别人。那就不要再有别人。成了，他的占有欲比我想的更快。只要韩少不拆穿我，我离真相就又近一步。将军要走，以后你就住这里。是。
将军今晚还是不留宿吗？不了。碧子汤。姑娘，还沐浴吗？不用了，既然已经留下，便不急于一时。我成功留下了，可韩参也看见了我，他是谢灵渊的旧部，他会帮我，还是拆穿我？姑娘，奴婢陪你吧。不用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韩香若还忠于谢灵渊，就会来找我。若他已经投了北齐，我今晚就会死。姑娘穿的单薄。姑娘穿的单薄。韩副将倒还记得关心人。你果然认得我，赵唐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了谢灵渊。若将军还活着，看见你这样糟践自己，他会如何？大水，冷水。药性有时效，若凭意志力撑，也能撑过去，只是极难受。可将军已经撑不住了，那便只能与女子同房。我给你解药。你嫌弃我？不是嫌弃，我不想你后悔，也不想我后悔。他明明难受到指节发白，却仍不肯碰我。若和给我下药的人有什么区别？那一夜，我才知道，这世上真的有人宁可伤自己，也不肯伤我。赵唐姑娘，值得吗？为了谢灵渊，值得。韩硕，你若还认谢灵渊这个将军，就告诉我，陆亦川到底是不是杀他的人？如果我说，杀将军的人并非陆彦川呢？杀将军的人并非陆叶川。韩副将，你为了拦我，连这种谎都说。我没有骗你，陆叶川与将军数次交手，各为其主，却彼此敬重。敬重到让他死后还被挂上城楼，被百姓唾骂。当时将军久病不愈，陆建川说不想胜之不武，他提议两军各退3里，等将军病好再战。如果陆建川真想杀谢灵川，何必等他不是他？真正下手的人是谁？将军没有等到那场公平的战役，他和陆建川比完骑射，回营路上被人暗害。谁？那人偷袭北齐军营，惨败后把罪名全推到将军身上。他让百姓以为是谢灵渊败了仗，还难为师承。谢灵渊拼命守的城，最后竟成了骂他的理由。赵唐姑娘，你回去，想为将军报仇的人不止你一个。放开他！莫非南魏的将军都喜欢赵唐？赵唐，他叫的是赵唐，他早就知道我是谁。陆彦川，你早就知道我是谁。你以什么立场质问我？沈赵唐，先骗人的是你。他连我的本名都知道。从我踏进北齐那一刻起，他就在看我演戏。你第一次见我，就认出了我。这画像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从谢林轩身上取下来的。你说清楚，这画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谢灵渊到底怎么死的？我替他收敛遗物，他的战甲损毁的不成样子。若不是这幅画像，我甚至认不出那是他。原来他最后带着的不是军令，不是兵符，是我。原来他最后带着的不是军令，不是兵符，是我。小时候，我也曾这样靠在娘怀里，后来娘没了，再后来，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喜欢？喜欢。想要一幅自己的画像？醉风楼也给我画过，那些画是给恩客挑人的，画上那个人不像我。那我替你画一幅，只画你自己。将军还会画画？方才看你在这个摊前站了许久，喜欢吃？那不是娘做的味道，可那一刻，我觉得很暖。我坐在窗前，一坐就是1个时辰。他认真描摹，眉眼专注。将军画得像吗？等我上好色，再送你。那我可要挑剔些。好。后来，我从没收到这幅画，原来他一直带着。他拿出来跟我炫耀过，不止1次。炫耀什么？他说这是他的心上人。所以，你
第一次见我就认出了我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为什么还要把我留下？不知道。陆大将军连战场上每一步都算得清，现在跟我说不知道。谢凌轩同你说过什么？说过很多，说你嘴硬心软，说你爱吃白糖糕，也说这场仗打完要回去向你求亲。求亲？原来他真的想娶我，我不是他一时怜惜的可怜人，我是他想带回家的妻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回来？这场仗原本不该打。什么意思？裴玄义羞辱北齐和亲公主，北刀王震怒，连夜出兵攻破南魏3城。谢林渊临危挂帅，才与我在战场相见。裴玄义，谢林渊病得蹊跷，我提醒过他，让他提防身边人，也说过等他病好再战。堂堂南魏大将军，也带这种儿女情长的东西？他是我的心上人，此战打完，我便回去向他求亲。他说要回来，他说要娶我，可我等到的只有他的死讯。他说要回来，他说要娶我，可我等到的只有他的死讯。天旭，你来做什么？滚！怎么做了大将军的女人就不认爹了？是你先不认我的，你说过我已经不是沈家人。父女间的气话哪能作数？滚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大家看看，她是我卖进醉风楼的女儿，满身的疤都是逃跑时被打出来的。他是我的亲爹，可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想把我重新卖一次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，我要你的命！诸位听清楚，赵唐不是什么通房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。我以为那只是他替我解围的一句话，直到今日才知道，他是真的想娶我。所以谢凌渊的死和裴玄义脱不了关系，对吗？你现在回南魏，就是送死。可我必须回去。他没能回来娶我，那我就替他把欠他的血债讨回来。谢凌渊说过会娶我，可那时你去哪？我一直以为我不能再给你惹麻，我得走。他只是当众替我解围。行，先把这个吃了。方才他说有事出去，原来是替我买白糖糕去了。不吃。你手怎么了？抢不过那些大神。堂堂镇北将军，私下怎么这副样子？我是人，又不是神。疼吗？别动，你脖子这里也伤了。药是凉的，可我的心越来越烫。赵唐，你不必走，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娶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你说真的？怎么？难道你真想让我在百姓面前食言？谢凌渊，你明明说过会娶我，可最后你还是失约了。我要离开北齐，我要回去报仇。报仇？凭你？对，凭我。你不会武功，连他的身都进不了，还是说你还想像勾引我一样去勾引别人？你别碰我！赵唐，做我的女人有什么不好？不好，我活着只为替谢凌渊报仇。他已经死了，你这样折磨自己有什么意义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把他当朋友，可你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把我留在身边。沈赵唐，你真以为我蠢？挑宫女那天，若不是我认出了你，你早就落到别的男人手里了。你背上那朵芍药，寻常姑娘会有吗？他早就认出了我，从一开始，我在他眼里就无处遁形。就算没有那幅画像，我也会选你。你以后碰不了我了，陆燕川。你什么意思？除非你想死。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问我凭什么报仇吗？这就是我的底牌。来北齐之前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毒人。你说什么？小时候我病得快死了，我娘采草药熬成药汤让我泡在里面。后来我照着她的法子，把最毒的药材磨成粉，混进香料里，日日沐浴。时间久了，我整个人都带了毒。男女亲近时，
毒会顺着汗液侵入身体。你该庆幸你碰我的次数还不够，否则现在的你早就没命了。你是想杀我，还是想去杀裴玄林？谁挡着我报仇，我就杀谁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，去投奔那个男人？与你何干？休想！陆将军权势滔天，何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？你若留在我身边，我定会替你报仇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里是北齐军营，这里是南魏都城，不出1个月，我就能打到这里。没有谢剑人的乱位，轻轻一碰就碎。你们议和是假，攻打南魏势在必行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陆晋川这把刀我还用得上。我最终还是留在了北齐军营。自那以后，陆叶川再没碰过我，他只让清渊日日盯着我沐浴。他在防我，也在想办法洗掉我身上的毒。怎么了，姑娘？你背后的芍药花好像淡了些。我心口猛地一沉，这是谢灵渊留给我的东西，如今连这一点痕迹也留不住了吗？将军不过来看看，若到了军营找不到东西，可别赖我。不会，赵唐做什么都合我的心意。他这样的人几乎从不说重话，可有人欺负我时，他比谁都护得紧。她就是个娼女，勾引将军我都见过，你最好离她远点儿，不然将军若败了仗，全怪她。本将军看人从未看错过，赵唐心地善良，轮不到你来污蔑。若再胡言乱语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那只手很暖，暖到后来很多个夜里我都忘不掉。谢灵渊，你留给我的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天夜里回府后，谢灵渊看着我脖子上的伤，说了一句话，也正是那句话让我彻底沦陷。将军，今日是我连累你了，明日你还要出征，早些休息吧。赵唐，你怕什么？我一无所有，自然什么都不怕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镇北将军，不能因为我坏了名声。怎么会？我这副破烂身躯配不上你。你跟我来。去哪儿？书房。失礼了。从前所有人看见我的疤都嫌脏，只有他想替我遮住。今日不能沾水，明日我让管家请圣京最好的纹师来固色，这样你身上就再也没有疤了。为什么是芍药？因为你就是芍药。芍药娇艳却不娇弱，开在风里也能活得很好。那一刻，我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不是脏的，也不是残破的，我是花。谢灵渊，你给我的东西，我快守不住了。明日攻打齐州，跟你说一声。齐州在南魏诸都西边，攻下它，南魏就要亡了。我也终于能回去替谢灵渊讨债。你不怕？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谢灵渊，春天快到了，梨花也快开了，我该回去见你了。你病还没好，随军郎中会照顾我。可你连日咳嗽，昨夜还出了冷汗。等我回来。那是我们此生唯一的吻，我以为他会回来，我以为梨花开时他会娶我。跟我进宫？不必，把裴玄营交给我就行。你还要去哪儿？谢府。谢灵渊，我回来了。你没等到梨花开，我替你等。可在见你之前，还有一笔账要先清。老东西，让你上山砍个柴这么慢！活该！当年他们把我卖进醉风楼时，也没人问我疼不疼，可只是活得狼狈还不够，他们欠我的不止这些。若不是他们的贪婪，我不会进醉风楼，不会遇见裴玄阴、谢灵泉，
也许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将军。他们只想把我啃得干干净净，那就由我亲手斩断这一切。你去哪儿了？人呢？地楼。给我一把匕首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活到今天，就是为了这一步。我活到今天，就是为了这一步。原来是你，沈兆堂，你叛国。难为若有你这种人成绩，亡了也干净。一个醉风楼出来的女人，也敢审本王？谢凌渊的病，是你下的毒，对吗？是有如你羞辱北齐公主，挑起两国战事，又说服皇帝让谢凌渊带兵出征，最后暗中害他，把败战的罪名推到他身上。你查得都清楚。为什么？他忠君爱国，护了南魏那么多年，他做错了什么？有些人什么都没做，存在本身就是错。你恨他？我恨他能得到你，也恨你宁愿跟一个将军走，也不肯从我。你可以杀我，为什么要他的命？杀了你太便宜，我要你也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原来谢凌渊不是死在战场，他是死在一个疯子的嫉恨里。你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吗？闭嘴！他那时还没断气，他求我不要再伤你。好一个痴心二郎，可惜啊，他到死都不知道，你后来会躺在别的男人身边。他临死前还在担心我，可我那时还在谢府等他回来，等他娶我。结束了？还没有。裴玄义已经死了。害谢凌轩的人不止他一个。你还要谁？柳贵妃，那个先负了他，又同裴玄义一起把他推上死路的人。我带你去。裴玄义就死了，可那根刺还没拔干净。谢灵恩受过的背叛，我要一个个讨回来。你是谁？我叫赵唐，谢凌渊的未婚妻。原来就是你呀！明明是你退婚，是你先负了他，为什么还要联合裴玄英逼他带病出征？幼时情义值几个钱？我要做的是至高无上之人身边的女人，所以你给他下药，所以你毁了他。赵唐姑娘，这种滋味你没尝过吗？你不配提他，爱能给我搭位吗？待他登基，封我为太后，你为了后位，连他都能害。他从没害过你，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反正我如今也过得不像人。杀了他太便宜，让他活着，看自己想要的一切全都烂掉，才是报应。姑娘，还动手吗？不必，让他活着。都结束了。仇人一个个付了代价，可谢凌渊回不来，我心里的洞也没有被填上。沈兆堂，答应我的事也该算了。凤冠霞帔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答应过陆靖川，他把裴玄英交给我，我便嫁给他。如今仇报了，债也该还了。吉时快到了。赵唐，我说娶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等等，我要去个地方。今日是大婚，姑娘要去哪儿？很快回来。姑娘，谢凌渊，我穿着嫁衣来看你了，可惜不是嫁你。快去请将军！梨花开了，我也终于来了。沈兆堂，你干什么？跟我回去成亲。我想谢灵深了，来看看他。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他的最后一物就埋在这里。走。不走，我就在这里。沈兆堂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裴玄英给了你，柳贵妃也给了你，你还要怎样？我要留在他身边。留在一个死人身边？他等我太久了。我不逼你了，今日不成亲也行。你想住谢府，我陪你住；你想守着他，我也让你守。先跟我回去。
一开始就没打算嫁我。我不许沈昭堂，我不许你再丢下我一次！昭堂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服了毒。去找郎中，快！别睡，沈昭堂，你看着我，我不娶你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活着，我放你自由。陆延川，我不恨你了。那就活着，你不恨我，就活着。可我也不能嫁你，因为谢林渊，他还在等我。你给我的是仇，他给过我一条命。谢林渊，我替你报仇了，也替自己把欠这世间的苦都还完了。别把我带走，我想死在这里。沈昭堂，来世别再遇见我。好。昭堂，谢林渊，黄泉路上我来找你了。这一次，我要做你的妻。